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 你们好吗？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左右，等一下10点的时候呢，我就正式准备要开始上班。这个礼拜呢，我就是要配合美国的时间，在台湾的凌晨远距离办公。那趁现在距离我上班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说跟你们分享一下美国矽谷科技公司的远距离工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policy。那当然，因为每个公司都会有不一样的 policy，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只是基于自己个人的经验，非常有可能跟别人的经验是很不一样的哦。Fully remote 的话，就表示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城市上班，你可以自己 determine 你的 home location。那我当初就是选择我的 home location 在西雅图，所以我才会搬到西雅图去上班。那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西雅图呢？之前我有拍了一个美国搬家 Q&A， 里面有提到，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去看一下。我把那个 link 放在右上角。大家可能会好奇，既然是 fully remote 了，是不是代表你可以到处去旅游，去各种不同的城市工作呢？对，没错，你可以这么做。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我可以回台湾工作。不过呢，通常每个公司对于远距离工作都有不同的附加条件，有些的附加条件是很严格的，有些比较宽松。那每个员工都必须确保你在远距离工作的时候不会违反这些规范。以我们公司来讲的话，我们的远距离 policy， 首先我们先讲时长好了，你不可以离开你的 home location 去别的城市远距离办公超过30天。如果超过30天的话呢，你要先跟 HR 做申请，你也需要跟你的 manager 做申请。如果你的 manager 还有 HR 都 approve 的话，你才可以离开你的 home location 超过30天。所以虽然我是之前一直住在温哥华的，温哥华跟西雅图距离也开车只有3个小时而已，可是如果没有经过 HR 还有我的 manager 的同意，我是不可以离开西雅图到温哥华办公一次超过30天的。那再来是地点，以我们公司来讲，大部分的国家以及城市你都是可以去远距离工作的，但是基于人身安全还有资料安全，有些国家还有城市你是不可以去的哦。就比如俄罗斯、伊朗还有北韩等等的这些国家你不可以去，那你就要去公司内部的网站，确保你去的这个地方是没有在那个 list 上面的，那个 list 可能随时会变动，所以你要每次都去 check。那如果你想去的那个地方没有在那个 list 上面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去那边远距离工作。再来是实际的工作地点，公司有明确的表示，希望你不要在公共场合工作，因为公司呢会希望你开会的时候或者你办公的时候，不会有闲杂人等听到你开会的内容，或者是有人走到你的背后看到你的工作的荧幕，确保公司的资讯不会被泄露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公司呢会在 WeWork 给我提供一间 private 独立的 office， 而不是只是共享的一个 desk， 因为他想要确保我开会的时候呢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听到我的开会内容的。所以这次回到台湾呢，我基本上就是会在家办公。但其实因为时区的关系，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都是凌晨，所以除了家里之外，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办公。那最后是工作的时间，基本上呢，你不管在哪个时区工作，你都要配合公司的一个 coordination hours。以我们公司来讲呢，是每个礼拜1到每个礼拜5的早上9点到下午3点 Pacific Time， 也就是配合加州总部的时间。那你听到这边，你可能会想说，天啊，你们也太好了吧，你只要工作6个小时吗？其实不是哦，就是 coordination hours 这个东西代表的是说，就是每天在这段时间要 make sure 你是 available 的，所以其他的同事或者是你的上司要在这个时间段找你的时候是找得到的，其余的时间你是可以自由分配的。所以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可能其实在早上9点之前就要开会了，或者是我可能在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有1-2个会议，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也有遇过很多同事是有家庭有小孩的，那可能每天工作从9点到3点，3点之后去下班接小孩，然后处理家里的一些事情，煮饭等等的，一切都弄完之后呢，9点再重新上线上班也是可以的。基本上工作时间的部分呢，就是你不管在哪个时区，你要确定那段时间你是 available 的。所以这次回来台湾呢，我计划我的工作时间就会变成是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从礼拜2到礼拜6，因为台湾的时间比较快。我觉得第一天远距工作应该是最辛苦的，因为你要调整时间。为了确保自己可以撑到早上6点，我事先买了绿茶还有 Red Bull。但是我今天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太晚吃晚餐了，我现在是很饱的状态，然后我已经有一点饱困了，所以等一下工作之前呢，我先要马上来泡一杯咖啡，不然我一定撑不到早上6点。
通常呢，在一个长的假期结束之后，回到工作的第一天跟第二天，我都会尽量让自己不要排太多的 meeting， 因为呢，我也希望在前面的1-2天呢，可以做一些 catch up 的工作，就比如说这段时间没有看的 email 或者是没有看的 message， 还有一些 request 都可以先把它解决了，那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回到平常工作日常。然后每一次假期一结束，打开 email 我都会小小的先做心理准备，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面对到什么东西。其实还好，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但是呢，有超级多 Slack message 没有回复。根据我这样粗估，一天要解决这些 email message 还有 request 是有一点挑战性的，希望可以，但是如果不行的话，那可能要分2天完成。那我们赶快开始吧。通常如果有大量的邮件和任务要处理，我第一件事情会先把全部的东西都先预览一次，然后在预览的时候把它们分门别类，依照不同的类别去排处理的优先顺序，把自己的时间跟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分类的方式有很多种，我自己是用之前学过的 Eisenhower Matrix， 把需要做的事情依照重要性和紧急性去分类。今天是放假回来的第一天，我会先专注在处理紧急且重要，还有紧急但次要的事情上。对我的工作来说，常见的紧急且重要的事情有像是任何的销售系统出现了 bug， 而且这个 bug 会直接影响到客户或者是销售团队的日常运营，又或者是重要的 dashboard 出现数据错误，直接影响到团队的 commissions 还有 bonus 计算。那紧急但次要方面的话，最常见的就是出现在行事历上非必要或者是目的不明确的临时会议请求。这种时候我通常都会先了解对方开会的目的和大纲，再去思考是否一定要开会才能解决，以及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料，所以开会的时候可以有效率的解决问题。各位，现在是晚上凌晨3点10分了，我肚子超饿，我完全忘记，虽然是半夜工作，可是就还是8个小时，所以肚子会饿的。因为如果是平常的话，它就是一般的午餐时间。还好今天中午我有外带一些东西回家，然后就可以吃一些东西垫垫肚子。我明天一定要先把我的宵夜买好，然后再工作。刚刚吃完饭之后，抓紧时间去洗了一个战斗澡。我发现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真的是最困的时候。现在是4点整，然后距离早上6点还有2个小时，但是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做。最后2个小时就是抓紧时间，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加油！终于结束了，各位！现在是早上的6点整，现在外面的天已经完全亮了。我的身体非常的累，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困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熬夜，有一段时间就是超累，超想睡觉，可是你过了那段时间之后，你又没有那么想睡觉了。我现在就是处于那个时候，但是我还是要逼自己去睡一下，因为我是希望可以从就是6点半睡到1点半左右，然后可以起来吃午餐，这样才可以确保在白天有足够的时间是醒着，然后可以体验感受台北的生活，然后去吃喝，不然远距离工作就没有意义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去睡觉了，我们下一集见，拜拜。小笼包，谢谢。这会帮你